奥特曼新生代至今为止的剧场版排行，从夯到拉一共5个级别，时间范围从2009年至2025年，一共13部剧场版。来看看你喜欢的剧场版排在什么位置。第一部，2009年《超银河传说》，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？作为奥特曼诞生45周年的纪念作，不仅给奥特曼统一了世界观，而且引入了赛罗及贝利亚这对宿敌，也直接奠定了往后10年两者最具人气的奥特曼和反派。同时，影片 CG 技术革新与传统特色相结合，重塑了光之国架构，战斗场面前所未有的宏大，集结了历代37位奥特曼与超100头怪兽，特效镜头更是破纪录多达3000个，以视觉革命和叙事扩容激活经典 IP， 颠覆了以往对于奥特曼的固有印象。豆瓣评分 8.1， 夯爆。第二部，2010年超决战贝利亚银河帝国，这个更加不用多说了吧？作为超银河传说的续作，比起前作场面更加恢宏，当年的盗版光碟更是打出1000个奥特曼大战1000个怪兽，同时视效也再次升级，绚丽的特效场景满足了对于多重宇宙的幻想。从赛罗穿梭时空探索新宇宙，到御星伙伴组建警备队4人组，再与电弧贝利亚恩怨对决，再到诺亚奥特曼降临赠送外挂帕拉吉之盾，剧情的层层递进，也将观众真正体验到了特效与特色真正结合的大片。当年在中国上映时，成为了暑期档儿童向电影票房冠军。虽然豆瓣只有 7.9 分，但确实夯到爆炸。第三部，2012年奥特曼传奇，本作回归人类与奥特曼共同救世逻辑，不仅有史上最具压迫感的传奇海帕杰顿登场，而且还有神秘4奥之一赛迦的奇迹救场。虽然影片因为时长删减了奥特兄弟出场的片段，但传达的主旨思想及人类的勇气与神性力量同等重要，将影片升华了。豆瓣 7.7 分，顶级没得跑。第四部，2015年银河剧场版决战奥特十勇士，真正意义上首位新生代奥特曼的剧场版，也是一部致敬平成时代8位奥特曼的史诗力作。平成三杰对战5帝王，奈克瑟斯对战黑暗梅菲斯特，麦克斯对战斯兰星人，梦比优斯对战黑暗皇帝安培拉星人，赛罗对战邪恶贝利亚，每一场都是各自的恩怨对局，只有高斯全程划水。最后新生代首位究极融合奥银河维克特利登场，奥特十勇士硬生生走出了奥特黑帮的即视感。虽然保持了一贯的高燃热血，情怀拉满，但剧情简单生硬，强行卖情怀，并且从银河开始，奥特曼的商业模式开始转变，使得大批奥迷无法接受，从而弃坑，导致后续作品口碑一路下滑。这部剧场版豆瓣 6.8 分，但依然属于人上人。第五部，2016年艾克斯剧场版来了，我们的奥特曼。艾克斯 TV 剧堪称生不逢时的一部好作品，并且剧场版也是新生代中少有的佳作了。作为奥特曼诞生50周年的纪念作，初代以及迪迦亲情回归，唤醒了多少老奥迷的情怀记忆。尽管存在着世界观混乱以及剧情生硬，但豆瓣 7.8 分也是对于这部剧场版的肯定，顶级，真的可以。第六部，2017年欧部剧场版是与我羁绊之力。从这一部开始，奥特曼剧场版似乎成为了可有可无的存在。虽然在主旨利益上以红凯的成长为主线，从一位特立独行的浪客到相信与伙伴的友情羁绊，最终完成拯救地球的使命，但依然逃不了逻辑崩坏、剧情过于儿戏和强行卖情怀的设定。而且赛文出场太过突兀，虽然为纪念赛文50周年，但整体表现有点喧宾夺主，最终导致口碑崩裂。新生代的光之战士似乎在商业和艺术的裂缝中逐渐迷失了方向。豆瓣评分 7.0， NPC 勉强能看。第七部2018年捷德剧场版连结吧心愿，继欧部剧场版之后，本部剧场版一拉再拉，豆瓣直接降到了 6.5 分。虽然出场的人物以及奥特曼依旧很多，但过于模板化的人物塑造使剧情再次沦为一坨。原本在 TV 中小鹿击败父亲贝利亚，已经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奥特战士，而在此剧场版中人设再次崩塌，最后还得将爱流强行写死才能重新振作。同时省经费以及卖玩具的画面屡见不鲜，俨然成为了玩具广告宣传片。能有这 6.5 的分数，大部分还是冲着红凯和加古拉还有赛罗警备队给的吧。整个拉完了。第八部2019年罗布剧场版决定了羁绊的水晶，这是唯一一部将奥特曼全程以 CG 特效的形式展现。虽然在战斗上呈现的效果令人眼前一亮，但整体的观感还是很突兀，剧情还是那么平淡无味。冲着最后臭家三兄妹合体成为新生代最强奥格罗布，算是唯一的惊喜了。豆瓣 7.0 分， NPC 能看能看。第九部2020年泰迦剧场版新生代之巅，这部剧场版可谓喜忧参半，因为集结了全员新生代人间体以及新生代最强融合奥令加的诞生，可谓下足了功夫。但是整体剧情可谓十分混乱，人物形象也十分单薄，单纯是为了给各个新生代摆 pose 打团战，场面的确是宏大了，却缺少了最细腻的东西。最终豆瓣评分 6.4 分，属于偏低了。 NPC 勉强能看的。第10部2022年特利迦剧场版泽塔篇，作为唯二获得星云赏的奥特曼特摄剧，本剧算是弥补了泽塔没有剧场版的遗憾。
抛开迪迦的剧情不谈，本作特利迦的剧场版，不管从剧情还是人物塑造方面，在新生代中都属上乘。通过石刚队长的人物反转，揭示了埋藏3000万年的秘密。最终的三英战吕布也是颇具看点，虽然离佳作尚远，但比起被无数人吐槽的 TV 剧，可进步太多了。豆瓣7.6分，稳居人上人。第11部，2023年德凯剧场版，向着旅途的彼岸，本剧豆瓣4.7分，最差评分的奥特剧场版没有之一。可能蒂纳斯有些许亮点，但其余文戏不行，打戏更不行，剧情也是一坨，没有最差，只有更差，属于拉到底了。第12部，2024年布莱泽剧场版，大怪兽东京决战，布莱泽 TV 剧高达9.2分，剧场版却直接一拉到底6.5分。首先开篇整个10几分钟的 TV 回顾，也不枉被观众诟病水分太大，整体剧情围绕亲子羁绊展开，虽然主旨利益很明确，但熊孩子行为极端引起了巨大争议。比起 TV 剧的好评如潮，剧场版本因期待感拉满，但整体制作显然不足观众预期，算是拉完了。第13部2025亚克剧场版，超次元大决战，光与暗的亚克，本剧豆瓣6.2分，新生代评分中倒数第2。剧中主角优马非常突兀，获得3个试炼，除了最后一个与黑暗亚克的对决，前2个试炼基本上就是水剧情，毫无看点。为了突出主旨利益而去强行煽情，真的拉？你们觉得这份榜单是否合理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探讨。